就算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也不是那剑无双的对手，顶多不会败得这般凄惨罢了。你的伤势极重，能够捡回一条命来已经很不错了。你下去好好休息吧，恢复实力。接下来的事情无需你出面了。是。九溪，不知金风大人有何吩咐？那清火界的实力出乎本座的意料，且有那战争堡垒的存在，纵然是本座亲自出手，恐怕也没法将那清火界彻底灭掉。看来本座想不付出一点代价就将这片战场占据是不可能了。金风大人的意思是打算用那个了？对，就按照你之前与本座约定好的，事成之后，本座会再多给你一成报酬。1成？不，我要之前约定的3倍报酬。九溪，你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吗？当然知道。金风大人，之前我接受你邀请来到这片战场时，并不清楚这片战场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可真正到了这片战场之后，虽说对这战场具体价值还是不了解，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的，这是一处大宝藏，一处足以令我所在宗门都为之疯狂的大宝藏。如此大的一处宝藏都将归金风大人你所有，你得到的好处大了去了，而我仅仅只要约定的3倍报酬，其价值怕是不足这片宝藏的1星半点，已经很不错了。你敢跟本座坐地起价？九溪啊，你就不怕事成之后本座杀了你？金风大人可以尽管试试看。现在这片战场虽然除了你金国之外只有我一人知道，可我若是有个3长2短，我可以担保我所在的宗门会第一时间得知这片战场的消息，也会第一时间派遣强者赶过来，且还是我的那位天才师兄亲自带领。金风大人，你不是对我那位天才师兄很好奇的吗？等他一到，你不就知道他跟那剑无双到底谁更妖孽了？威胁本座？不是威胁，只是买卖交易而已。同样的，只要金风大人你愿意给我足够的报酬，我可以担保除了我之外不会有第2个人知道这片战场的存在，甚至我可以立下本命誓言，到时候这片战场可就完全归金国所有了。本座可以答应你的条件，而且不止给你3倍的报酬，本座可以给你10倍，但是前提是我金国在得到这片战场当中的众多机缘宝物，直到我金国大军离开这片战场之前，你都得跟在本座身边，不得离开半步。看来金风大人是对我不放心啊。好，我答应。既然如此，那你现在便去动手布置吧。在布置过程当中，本座会替你护法，确保没人可以影响到你。国主大人放心，只要那东西一成，金国不用再损失1位强者，轻而易举便可以让那清火界彻底消失。大师兄、三师兄，小师弟，怎么就只有你们2位呢？二师兄呢？二师弟他陨落了吗？二师兄，我3人再来的时候，师尊便传讯叮嘱过我们，要我们一切小心，在杀敌同时，尽可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我3人也一直谨记在心。可没想到，仅仅第1战，二师弟便陨落了。连二师兄都陨落了，我的实力不如二师兄，这场决战之后，怕是没法活到最后了。
大师兄、小师弟，你们两个实力强，可一定要活下来啊！三师弟，别说这样的傻话。力请前辈。无双公主，你快看！啊！剑无双，那是什么？不灭轮回，竟然是不灭轮回大阵！不灭轮回大阵。国王，这不灭轮回大阵是什么呀？是很厉害的大阵吗？厉害，何止厉害！剑无双，我提醒你，最好现在便立即出手，趁那黑白漩涡还未真正扩张开来之前，将它给毁了。最好将那女的也给灭杀了，不然你清火界就等着消失吧！啊？真有这么严重？哼！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严重的多，剑无双，赶紧动手，要是迟了就来不及了。好，诸位，这黑白漩涡非同小可，我现在打算趁着黑白漩涡还未真正扩张开始，直接出手将其毁去。可以，我也隐隐察觉得出，这黑白漩涡非同一般。剑无双，你出手吧，但切记。千万要小心，一旦察觉到不对劲，立即逃回战争堡垒内。好，金风大人，放心，本座就在你附近，绝不会让人伤到你的。那就好。到来的这位似乎就是那剑无双啊。哼，那正好，顺带将这小子一并解决了吧。有点不对劲儿，那女人应当是看到我出来，可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连经过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动静。剑无双，小心陷阱！我明白。啊！果然有强者在暗中，而且以你的手段如此高明，寻常界尊绝对不可能做到，而且寻常的界尊也必然没胆量来算计我。那隐藏那片虚空当中的，无非是金国国主。很有可能是金国国主。剑无双，赶紧退回战争堡垒内，再从长计议。我知道。竟然察觉到了，察觉到又如何？一样得死。啊！让他逃掉了，能够察觉本座的存在，而且正面接下本座一击，还能保持不死。这剑无双能耐倒真是不低呀！剑无双，无双公主，还好，我及时察觉到不对劲儿，立即选择逃窜。若是稍微晚上一些，我这第一本尊必然保不住了。陷阱，果然是陷阱！堂堂金国国主，之前在那场大战当中都不曾出手，现在却隐藏在暗中，出手偷袭无双公主，这手段可真不光彩。云公主，在我清火界内，论阵法上的造诣，应当没人能够与你相比。你可曾看出那黑白漩涡到底是什么吗？那黑白漩涡是由两种极端力量组成，且这两种奇特力量相辅相成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循环状态，在不断吞噬绞杀周围虚空。这等场景的确是阵法，且跟老夫曾经在一门古籍中看到的不灭轮回大阵非常相似。对，黑白漩涡的确是不灭轮回大阵。如果真是不灭轮回大阵，那我清火界的麻烦就大了。我看到的那本古籍是我清火宫强者在这片巨型战场上机缘巧合下得到的，
界内记录了不少特殊且强大大阵，但大多数处于残缺状态。而对这不灭轮回大阵的介绍也是残缺的，但只有一点，这大阵十分恐怖。别看现在这黑白漩涡很普通，感觉随便一位道尊都可以湮灭它，可只要给这黑白漩涡充足的时间，不用太多，只需1个时辰，这黑白漩涡的体积便会颇为巨大，且整个大阵也会彻底稳定下来。1个时辰？剑无双，这云公主说的没有错，那不灭轮回大阵只需运转1个时辰便会稳定下来。我之前之所以让你立即出手，就是想趁那大阵还未稳定将其毁掉。可现在，云公主，那不灭轮回大阵到底有什么能力？难不成就一直这样循环的扩张下去了？对，就是扩张。虽然那黑白漩涡现在扩张范围不大，无法给我清火界带来什么损失，但随着时间一久，这大阵范围会越来越大，那绞杀吞噬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只要没人阻止，它可以永无止境的肆意扩张。用不了多久，顶多数年功夫，它就会扩张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而到时候黑白漩涡拥有的绞杀力量，甚至可以将我们所在的战争堡垒直接搅成齑粉吞噬。而清火界的抵抗能力还不如这战争堡垒，肯定也会落得同样下场。这岂不是说，只要那黑白漩涡演变个几年时间，金国哪怕无需动用一兵一卒，就可以将我清火界彻底抹去？确实是这样。不能，绝对不能给那黑白漩涡继续扩张演变的机会，必须趁它还未扩张到吞噬我清火界之前毁掉它。对，必须毁掉它。这黑白漩涡若是不毁去，那将是我清火界的噩梦。云公主，你既然对那不灭轮回大阵有所了解，那可曾知道如何破解这大阵？老夫之前说了，那古籍只是残缺的。我虽知道不灭轮回大阵的一些情形，却不知如何破解。国王，你可知道破解之法呀？我当初跟随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那么久，虽然有不足的眼界，可对阵法我却并没有什么钻研。这不灭轮回大阵我当初也见到过，且那大阵当中的黑白漩涡还已经扩张到极高地步，起码扩张了数千年。而当初破解那大阵的乃是一位最顶尖的强者，他直接出手，依靠蛮力就将那大阵给镇压了。直接靠蛮力镇压？剑无双，这种办法你就别想了。当初出手镇压那不灭轮回大阵的，可是跟星辰一脉创始者平起平坐的一样的等级存在。而在你们这清火界内，想要找出可以依靠蛮力镇压这大阵的，根本就不可能。那怎么办？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黑白漩涡继续扩张演变下去，到最后将我清火界彻底绞杀吞噬掉？要不我们拼一把，我们所有公主杀出去，想办法将施展出大阵的那名女子给斩杀了。没用的，不灭轮回大阵一旦成型，就算将施展大阵的人杀死，大阵依旧会继续循环扩张下去，永不停歇。难道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是我阵法上的造诣太过粗浅了，若是有在阵法一道上比我造诣更高的大师出手，或许还有机会。阵法造诣比你更高的？哼，你便是我清火界第一阵法大师了，你都找不出破解之法，我清火界还有谁能找得出？阵法造诣比云公主更高的，或许我知道一人。旭日，你知道有人在阵法造诣上比云公主还要高？清火界内还有人在阵法一道上比我更高？我的确知道一人，他在阵法一道上的造诣是否超过云公主，我并不知道。
可他在阵法上的造诣的确深不可测。云公主，你还记得3万年前诛心殿内那重禁制吗？诛心殿，我当然知道。那诛心殿是一处机缘之地，3万年前被我清火宫占据，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宝物资源。而那诛心殿的禁制确实很高深。当时你发现那诛心殿的存在后，便是请我去亲自破解那禁制的。那禁制我足足钻研了数百年，也仅仅摸索出了一些途径，估摸着还得经过上千年研究，才有把握把禁制破去。可那个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破解这禁制的方法，只用了片刻功夫，就将那禁制给破去了。对，当初的确是我得知了这破解禁制的方法，不过这方法却是我碰到一名神秘人物，是他告诉我的。这神秘人物很古怪，的确很古怪，他给我的感觉很独特。我能够遇到他也是颇为巧合。当时他似乎正在钻研禁制阵法，我看出他对阵法上的造诣并不低，于是便将那诛心阵的禁制描绘给他，请他帮我破解。结果他仅仅一眼便认出了那禁制的虚实，立即便告知了我破解之法。什么？那诛心殿的禁制他一眼就看破了？怎么可能呢？我清火界内当真有如此了得的阵法大师？我说的是事实，但也有可能是他本身对那禁制无比熟悉，所以才一眼就看破。不过我总感觉这人非同寻常。不管是不是巧合，都得找过来试试。如果他能一眼看破那诛心殿的禁制，说不定真能找出办法破解那不灭轮回大阵。旭日，你说的那位神秘人物现在在哪儿？麻烦的就是我并不知道那人的具体来历，我只知道他身上的气息非常独特，明明只是一个永恒境，却让当时已经具备界尊战力的我都看不出虚实来。旭日剑帝，你所说那位神秘人物是不是叫玄一啊？玄一？我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那他给了你诛心殿的禁制破解之法后，你是不是欠下他人情，于是便给了一枚令符，蕴含你的3道剑意？对。你怎么知道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诸位，旭日剑帝所说那位神秘人物，我认识。你认识？不仅认识，而且那位神秘人物就是我的师尊。你师尊？他是你的师尊？的确是我师尊，而且你给他那枚蕴含3道剑意的令符，他还转赠给了我。我当时实力还很弱小，凭借那3道剑意，可躲过了不少危机。太好了，剑无双，你赶紧跟你师尊传讯，看他有没有办法破解这不灭轮回大阵。好，我立即传讯。师尊。二师兄死了。我已经知道了，生死有命，你二师兄生来注定有这一劫，为师也无能为力。你传讯给我，应当不只是将消息告诉我吧？是。弟子遇到了麻烦，想请师尊相助。麻烦？说说看。是这样的。哦，不灭轮回大阵，连这等灭世大阵都弄出来了，那位金国国主手笔倒是不小啊。这大阵一出，你们现在所面临的麻烦可并不小。的确是大麻烦，所以才想请师尊您出面。出面就算了，不过这不灭轮回大阵嘛，倒也不是没有解法。能解决？这不灭轮回大阵无非便是2种极端力量结合，形成永久的循环罢了。但只要可以将那大阵当中的循环打破，或者将循环彻底逆转，这大阵自然就可以破去。光是我知晓的破阵之法便有6种。啊？剑无双，
怎么了？我师尊他说，破解那不灭轮回大阵的方法就6种。破解那不灭轮回大阵的方法的确有6种，不过以清火戒之力能够实现的方法只有唯一的一种。是哪一种啊？徒儿，你现在先按照我所说的，将那不灭轮回大阵的轮廓给绘画出来。好。我给你指明4个位置，你要好好记住。好好记住这4个位置，这4个位置就相当于是整个大阵的躯干，而这4个位置的最中央便是这大阵的死穴。现在我在传授你们需要4人联手的剑阵。剑阵？不灭轮回大阵一旦成型便无比稳定，就算是知道这阵法的死穴，那也得需要相当强横的力量才能够将其毁去。而清火界内不具备这等力量，所以只能靠剑阵去联手。明白了。剑阵已经传授给你们，你们要做的便是让操控剑阵的4个人分别占据那4个位置，然后齐心协力地攻击那死穴，如此大阵可破。另外，你们这剑阵的磨合时间要尽量缩短，也得尽快出手。若是太晚出手，那不灭轮回大阵便会越来越强横，到时凭借着剑阵能否将其破去，为师也不敢保证了。知道了，多谢师尊。不用谢我，这一战凶险异常，你与你剩下的2位师兄只要能够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剑无双，怎么样了？师尊传授了我一门剑阵，要凭借这门剑阵去破除那不灭轮回大阵。剑阵？云公主啊，我们这些人中，就你最擅长阵法，这是我师尊给的剑阵，你钻研一下，是否有可能？我先钻研看看。剑无双，云公主，你这是……我这一拜并非拜你，而是拜你那位师尊，多谢他给我清火界一线生机呀！真的行得通？剑无双那位师尊在阵法一道上早已堪称惊世骇俗，这不灭轮回大阵如此高深莫测，可他竟然听到名字就将这大阵的构造轮廓给描述出来，且指出那大阵的死穴所在。他所传授那门剑阵也异常高深，若我们真能按照他所说的组成剑阵，占据那4个位置，同时攻击那死穴，不灭轮回大阵十有8九可破。太好了！剑无双的这位师尊在阵法一道上太了不起了，既然有了破阵之法，那还等什么？赶紧行动啊！先别急，这破阵之法的确可行。剑无双师尊那门剑阵却非常高深，对施展剑阵4人也有极大要求。那门剑阵名为4级剑阵，需要的乃是4种极端剑道，就是4种最强剑道。也就是说，操控剑阵的4人必须都开辟出一条最强剑道来，且实力方面最少具备界尊战力才行。都得开辟出最强剑道，还都得具备界尊战力。开辟出最强剑道的人还得足足4位，我清火界如何找得到？4位开辟出最强剑道的界尊战力强者，我清火界有。我跟旭日剑帝都已经开辟出了最强剑道了，且都已经开辟出了足足2条了。而我拥有第2本尊，同样可以爆发出界尊战力。我的2大本尊可以分别掌控一条最强剑道，这样就等同于我一个人可以分担那4级剑阵的2个位置，再加上旭日剑帝，便已经有3个人。4级剑阵只要是不同的剑道就可以施展，却不受本尊分身的限制。你的2大本尊的确都可以参与到这剑阵中，掌握其中。这样一来就有3人了，可还差1人。诸位，我父亲也开辟出了一条最强剑道的，可别把他给忘了。你父亲？剑无双，你父亲他可曾突破界尊了？突破了。之前在备战时，我清火宫得到了不少的涅槃丹，这些涅槃丹也为我清火界造就了众多界尊，而剑南天天赋极高，若是有涅槃丹的辅助，突破界尊的几率非常之高。
因此那涅槃丹给了他一枚，他也顺利突破到了界尊。只是他还并不曾赶到清火宫来罢了。之前我父亲跟我传讯过，他已经将母亲安置好了，这段时间便会赶来参加这场大战。太好了，剑无双，赶紧让你父亲赶来，与你旭日剑帝一同构建4级剑阵。母亲已经安顿好了。其实安顿与不安顿都差不多。这一战，若我清火界一方战败，谁都逃不掉，所有人都得死在金国的手中。这一战，我们不会输。对，因为我们输不起。这便是4级剑阵，竟然是一门合击剑阵。的确是合击剑阵，威能异常前后。只要我们发挥得好，凭借着剑阵的合击之力，完全可以爆发出不亚于那位金国国主的力量，轰击在那不灭轮回大阵的死穴上，如此大阵可破。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开始尝试吧。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那门剑阵完全掌握才行。抓紧时间。灭！差不多了。这剑阵的确深奥，特别是对力量的控制要求太高了。我4人在这虚无宫内待了1年，将这合击之法演练了数十万次，总算找到了力量的持衡点，才将这剑阵真正的发挥出来。虽然我们对这剑阵的掌握依旧还不能称之为完美，10次当中只能有8次将其巅峰威能发挥出来，但这也足够了。时间不等人，我们已经消耗了1年时间，绝不能再继续拖下去。我赞同。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准备一下，明日动手。好。仅1年的时间，便扩大到上千万里范围，体积增大了无数倍，且体积越大，扩张度也越来越大。倘若再给他1年时间，黑白漩涡的范围起码能超过10亿里。10亿里？现在这黑白漩涡的绞杀吞噬能力还不算太强，正常情况下，随便一位界尊都能承受着那绞杀力量，靠近他的核心当中去。而我们所在这艘战争堡垒更是纹丝不动。不过倘若再扩张1年，绞杀吞噬能力起码强上数百倍，到时候界尊一靠近核心，恐怕会瞬间灰飞烟灭。再扩张个10年，我们这艘战争堡垒也抵挡不住，必然会被化为齑粉。不能再继续等了，我们现在便出手，越早动手，得手的把握越大。轮回店主，那战魁可曾准备好了？已经准备好了。这便是火神魁，而且还是银甲层次的。国王，你认识这尊战魁？当然认识。火神魁在万古混沌世界当中名气可不小啊。且这火神魁又分为铜甲、银甲、金甲3种品质，其中光是铜甲战魁，论实力便不比那金国国主弱了。银甲层次的火神魁战力绝对比那金国国主还要恐怖得多。不过很可惜，这尊银甲层次的火神魁破损了一些，且你清火界也拿不出充足的火元晶来，自然没法让这火神魁的实力完全挥发出来。当然，就算发挥不出全部实力，抵挡那金国国主一阵却是绰绰有余的。能够阻挡一阵已经足够了。这黑白漩涡弥漫的如此之大，金国的那艘界外飞船早就退得远远的了，就只有金国国主还有那一开始施展黑白漩涡的那名女子还待在那儿。剑无双，我将这尊战魁交给你，接下来就靠你们的了。交给我吧。父亲，旭日剑帝，我们上。好。都1年过去了，星火界总算有所动作了。他们想做什么？难不成是想破阵？让我这大阵
演变扩张了1年才动手破阵，是不是太晚了点？剑无双，上次你运气好，从本座的手中逃掉了，但是这一次你不会再有这样的运气了。马上就要到黑白漩涡的核心了，可那位金国国主竟然还不曾露面。别急，我已经找到位置了，一直盯着他。只要他一动，我会立即让火神葵出手，不会让他妨碍我们的。至于施展大阵那名女子，仅仅只是一名普通界尊而已，我也有办法对付她。终于忍不住了，实力明显远强于我等，却想用偷袭的手段置我于死地，这位金国国主的手段真是不光彩。什么？哼，幽魂！不愧是银甲层次的火神葵，竟然占据上风。秦国国主已被火神葵纠缠住了，咱们赶紧动手。虽然你只是一个普通界尊，战力不强，应当影响不到我，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让你在旁边待着好。溥仪，把他给拦下来，别让他影响到我们。若是可以，最好把他生擒。果然是想来破阵啊，而且还拿出了足以跟金风大人抗衡的战魁。不过，不管你们怎么努力，最终都只是白费功夫罢了。我的2大本尊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呢？我已经到了。我也是。很好，开始。这4人的位置，那是我这大阵最重要的4个部位，是整个大阵最重要的躯干所在。这4个部位连接的，便是我这大阵最核心的所在，相当于人的心脏。他们4个怎么会找到那4个部位去的？他们4人也构建了阵法，而且是合击阵法。他们肯定已经完全看穿了我这阵法，打算用合击剑阵一举破阵。糟糕，这清火界内竟然有人可以完全看穿我的阵法，是谁？到底是谁看穿的？不能让他们破解掉我的阵法，不然金风大人许诺的10倍报酬估计就泡汤了。什么？抱歉。是日，旭日见地，混蛋！不，死了吗？这令符可是我那位天才师兄给我的，蕴含着他的一击之力，能够死在我这位天才师兄的手里，你也值得自豪了。混蛋！我们走。逃不掉的。糟了，火元镜快用尽了。2口气。火神葵，给我死死缠住的金国国主。之前让你侥幸逃掉一次，现在你以为你还能再从本座手中逃掉第2次？哦，又让他逃了。这小子倒是真够狡猾的。秦风大人，那剑无双的命可真够大的，金风大人2次出手，竟然都给他逃掉了。哼，九溪，你那刚刚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想到，这小小的清火界内，竟然有人能够将这不灭轮回大阵给彻底看穿了，还动用了合击剑阵，占据我这大阵最中央的4个部位，
齐力攻击这大阵的死穴。幸好我刚刚反应快，及时动用了我师兄给的那枚令符，灭杀了他们其中一人，要不然这大阵怕是已经被他们给破了。哦，你对这不灭轮回大阵不是信心十足吗？怎么还会被人看穿呢？哼，还好这大阵没有被破去，不然本座花费这般代价请你来，恐怕就是白费力气了。金风大人尽管放心便是，青火界刚刚已经是拼死一搏了，连能够阻挡你的战魁都拿出来了，可结果却是无功而返。而接下来这青火界怕是没能力再组织第二次破阵了。也对，银甲层次的火神魁，这片战场上的宝物可真够多的，连这样的战魁都有。可是现在这些都归我了，这火神魁也是。完了，我青火界完了，没希望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次失利，责任在我。是我太小看布置大阵那名女子了。我原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界尊，有我手中的一尊媲美界尊层次巅峰战力的战魁去纠缠她，便已经足够。可谁曾想到，她的身法那么高明，将我的战魁耍得团团转，更是在关键时刻出手，将旭日剑帝置于死地。是我太小看她了，都怪我。这件事是我们大家一同商议好才决定行动的，且一切的步骤之前都已经计划好了的。你只是按照计划在行事，虽说最终失利的，但却怪不到你的头上。对，换成任何一人，肯定也是跟无双公主你一样行事。这次失利，要怪只能怪咱们太小看那女子了。原以为她只是懂得阵法而已，却没想到她还有着那般的能耐。双儿，这次失利责任在大家，你无需太过自责。而且现在也不是你该自责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该追究是谁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国王，你追随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那么久，眼界极高，你可有办法呀？我没办法。死战！就算我青火界注定毁灭，也绝对不能让金国太好过。对，困兽犹斗，咱们便跟金国死战到底，跟他们拼了！真的只能做困兽之斗了。啊，大师兄，你找我。小师弟，赶紧出来！啊，怎么了？师尊来了。剑无双，你怎么了？诸位，我有事儿，先出去一趟。到底怎么回事？是我师尊，他亲自来了。你师尊？你师尊之前只是接到你的讯息，便传授了你破阵之法。而现在，他肯定已经知道咱们失败了，他就亲自赶了过来。难不成，他还有其他的破阵之法？或许那位阵法大师真的还有其他可以实现的破阵之法。走，我们一起去迎接。公主们这般着急是要去哪儿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公主的模样？似乎都有着一丝激动啊！对，是激动。难道是公主们想出了别的破阵之法？我青火界尚还有一线生机。很有可能，不然公主们绝不会这般激动的。师尊，玄一大师，
起来吧。诸位也都请起吧，我可担不起诸位的大礼。那个人是谁啊？好大的面子！竟然让众多公主对他如此谦逊，甚至轮回殿主亲自为其引路。可他明明只是一个永恒境啊！永恒境又如何？我听说他可是无双公主的师尊，能够教出无双公主那样逆天的弟子，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而且他真正厉害的是对阵法的钻研，据说啊，比云公主都要高得多。像之前那破阵之法，便是出自他的手。只可惜我们太小瞧了对方，这才导致失败的。无双公主的师尊？哦，难怪。他现在亲自到来，应当是为了那不灭轮回大阵而来的。徒儿，你现在在剑道方面的成就如何了？弟子现在已经开辟出了2条最强剑道，与1条造化级别的剑道了，可惜一直找不到融合的途径。别着急，慢慢来，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你开辟的3条剑道分别是哪3道？1条是归一剑道，万法归一，已经推演到了极致了，成就了最强剑道。1条是时空剑道，凌驾于速度之上，影响时空之力，也是最强剑道。还有1条则是阴阳剑道，阴阳2种力量结合，但可惜只是造化级别的剑道。哦，阴阳剑道。师尊，你今日前来，应该是为了那不灭轮回大阵。之前我传授你破阵之法，原以为凭此法你们可以将那不灭轮回大阵给解决掉了，可是没想到最后却失败了。如此，那我也只能亲自出面了。师尊之意是还有其他破阵之法了？不灭轮回大阵虽然是灭世大阵，可它的可怕之处是在它彻底形成且演变扩张了漫长的岁月之后，至于现在它却弱得很，而且这大阵也仅仅只是2种极端能量的持衡罢了，算不得太过高明的大阵。这破阵之法也是可以逐渐摸索出来的。走吧，我们先去瞧瞧那不灭轮回大阵。好，玄一大师，这边请。玄一大师，不灭轮回大阵就在那儿。还好，只扩张了上千万里，依旧处于初级阶段。初级阶段？这不灭轮回大阵扩张的范围越大，也就越稳定。其中10亿里范围属于初级阶段，过10亿里便是属于中等阶段。到了那个时候，凭清火界之力，还真没法将这大阵给破去。但现在倒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就算师尊你能够想出别的破阵之法，可能火神魁已经落入那金国国主手中了。没有了纠缠住那金国国主的底牌，我们根本没法靠近那黑白漩涡。对，金国国主那可是凌驾于界尊之上的巅峰强者，我可没能耐去面对他。不过谁说破阵就一定要靠近那黑白漩涡的核心呢？我这就待在战争堡垒里面，将那不灭轮回大阵给破去就是。玄一大师，历来破解阵法必须是针对大阵核心，而这战争堡垒距离那漩涡足足10万里之远，如何破阵呢？不靠近法阵核心就无法破阵，谬论。玄一大师，你真有把握？有没有把握，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反正我又不需要你们帮我做些什么，就算失败了，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徒儿，师尊有何吩咐？为师之前不是赠予了你一幅山河设计图吗？借为师用用。山河设计图？师尊，我是否需要解除认主啊？解除认主？不用。你若是解除了这山河设计图的认主，那为师岂不是白忙活了？白忙活？别着急，你就站在这里，好好看着便是。无双公主的师尊，这位玄一大师打算做什么？看他的样子，应当是想破阵。
不过那大阵远在10万里之外啊，他不出去如何破阵？听说这位玄仪大师是打算待在这战争堡垒内破阵。就在这战争堡垒内破阵？开什么玩笑啊！永恒镜，这清火界的人想做什么？那是什么？神宝？这是混沌神宝！哼，混沌神宝又如何？区区一个永恒镜，就算拥有混沌神宝，他也根本无法将混沌神宝的威能给挥出来。想要利用混沌神宝，我这不灭轮回大阵更是痴人说梦。做什么？不好！金风大人，快毁掉这4只手！怎么可能？我倒是不信了！啊！天哪，这疯了吧！师尊，这是打算做什么呀？剑无双，你这位师尊，他不是在破阵，不是在破阵，那是在做什么？他是在练阵，他是想要将不灭轮回大阵硬生生给炼化了。练阵？这怎么可能呢？不破阵，竟然选择直接练阵，这怎么敢呢？简直疯了呀！以练阵的方式来破阵，一个永恒镜竟然妄图炼化我的不灭轮回大阵，这到底是哪儿来的疯子？不可能！这师尊想将不灭轮回大阵拉入山河设计图内，然后炼化。可山河设计图虽然是混沌神宝，但想容纳这不灭轮回大阵，怕是也不容易。不对，错了，我们弄错了。弄错？我看到他在拉动了大阵，下意识地认为他是想要借助山河设计图将那大阵给彻底炼化了。如此，他炼化了大阵，自然可以让大阵停止运行，这危机也就解除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你这位师尊的魄力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大上无数倍啊！他不是在练阵，从头到尾都不是，他是在练气。练气？剑无双，你的山河设计图的确是混沌神宝，但却是破损的混沌神宝。的确是有些破损。难道？没错，你的这位师尊，他施展莫大手段，强行将这不灭轮回大阵拉入山河设计图，便是为了用这不灭轮回大阵来弥补山河设计图破损位置。他这是在练气，他在修复山河设计图。怪物，剑无双，你的这位师尊绝对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怪物，且他也绝不可能是清火界之人，他必然是来自万古混沌世界。若是真是在清火界出生之人，哪怕天赋再高，也绝不可能在炼气、阵法方面的造诣高到这种匪夷所思的地步。这种地步，就算是跟星辰一脉创始者洛真王那一顶尖层次媲美的阵法大师，怕是都没有资格具备的。你的师尊绝对是一位真正的炼气大师，阵法大能。炼气大能，阵法大能。不过，你师尊虽然拥有通天手段，但他现在的境界的确只是永恒境了。他的力量威能也仅只是永恒境层次的。永恒境施展那样的惊天手段，他如何承受得住啊？师尊，果然，他不仅以自身灵力，还有其生命力，耗费其一切代价，
才施展这种手段。这通天手段，最终就算能成，你的师尊也必将陨落。必将陨落？徒儿，为师马上就要消失了，在消失之前，为师最后再送你一场造化。师尊，你什么都不用说，抓紧时间，按照为师所说的去做。是。徒儿，为师之前不让你解除山河设计图的认主，就是为了现在。你现在依旧掌控着山河设计图，且通过山河设计图，你现在应当是可以感应到那不灭轮回大阵的本质。这不灭轮回大阵的本质对你而言，就是一场巨大的造化。好好看着，好好钻研感悟。为师千辛万苦替你创造的机会，也是替清火界所创造的一线生机。你务必要好好珍惜。清火界能否真正度过这次劫难，便在你的一念之间。一念之间，两种力量，好熟悉的感觉。这是至阳与至阴两种极端力量。至阴与至阳两种极端力量结合，这跟我开辟出来的阴阳剑道一模一样，的确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这大阵当中的至阳至阴两种力量结合之后，还形成了循环，形成了平衡，造就了一种无比奇特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轮回。明白了，终于明白了。阴阳两种极端力量完美结合之后，便是演变轮回。阴阳剑道演变到极致后，是轮回剑道。轮回剑道，轮回剑道。金风大人，快想想办法阻止他！哼，这大阵是你施展出来的，你都没法阻止，本座又有什么办法？看现在这情形，这不灭轮回大阵是靠不住了。这些清火界的蝼蚁们倒真够顽强的。既然无法一口气将他们全部灭杀，那就先将这清火界抹除掉。至于残存的那些强者，就让他们躲在那战争堡垒内，等以后本座再慢慢的收拾。最终决战终于要来了吗？战！云公主，我清火界的那些种子都准备好了吗？都已经准备好了。从太虚大陆、轮回大陆各方势力族群、国度以及独行强者中挑选了足足100万名优秀弟子，都已安置妥当。就在我清火宫这片战场掌控的一处特殊之地内，那特殊之地与战争堡垒空间相通，已经打开了，随时可以让那些弟子来到战争堡垒内。100万？云公主，这些后备弟子便交给你了。这一战，若我方阵营胜，那一切都将迎刃而解；可若是我方战败，清火界必亡。我等众多高层也必将全部战死。而接下来，你便精心调教这些后备弟子，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凭借着战争堡垒与金国继续争斗，让金国继续承受我清火界的怒火。纵然是困兽之斗，我清火界也必要让金国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在这片战场上不得安宁。要让我清火界的怨恨绝不停歇地泄到金国那些强者的身上。明白。我这里有2枚丹药，这丹药名为血火神丹，是很早之前我清火宫从这片战场上得到的，一共得到过4枚。500万年前，我清火界便与金国爆发过激战。那一战，金国国主引魂的意识分身降临，当时我清火界无人能敌。而到最后，我清火界之所以能够取胜，灭掉金国国主的那一意识分身，便是因为当时有清火宫的2位公主分别服下了1枚血火神丹。这血火神丹是燃烧自身修为、燃烧自身生命、舍死一搏的丹药。当然，
它也可以让其在短时间爆发出远强于本身的力量。现在这血火神丹还剩下2枚，我会服下其中1枚，不知谁想要服用剩下1枚？怎么，你们2位莫非要跟我抢这枚丹药？老夫的潜力早就耗尽，这一辈子注定无法踏足金国国主那一至高层次。可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一机会摆在面前，虽然只是短短片刻，但老夫又岂会放弃？我也活够了，在死之前，若是能够再体验一把实力暴增的感觉，那也不错。时间不等人，你们3位也别争了。虚空，你跟我一样活得最久，且实力也比较其他几位要略强几分。这血火神丹，便你我1人1枚，这样也能够给金国最大程度的伤害。当然。虚空，待会儿我吞服血火神丹，会尽可能的拖住金国国主，而你吞服血火神丹后，则是尽可能的去诛杀金国的强者。至于其他的诸位，也尽可能的拖延时间。我们必须拖到剑无双醒来。轮回殿主，金国的强者马上就要绕过战争堡垒了。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最后疯狂一把吧！清火界所属，我们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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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竟然还敢出来！早知如此，本座就没必要这般麻烦了。杀光他们！砸死你，都该死！小心，是金国国主！金国国主亲自出手，赶紧逃开！轮回，交给我！金国国主，一个界尊，竟然将本座给逼退了，有点意思。但不知你是吞服了那种需要付出莫大代价的丹药，还是秘术？金国国主，你该死！哈哈哈，威势倒的确不弱，但不知道你这样的状态能够持续多久。平衡，就是这种平衡，阴阳结合，构成无尽循环。轮回剑道成了，竟然直接开始融合了。不对，这绝对不是巧合。之前清火界与金国最终决战即将到来时，剑无双便已经开始尝试剑道融合了。他必然是想要在决战到来之前突破的，但他并没有。并非是他不想，而是他做不到。之前一条头绪都没有，那归一剑道与时空剑道根本没有任何融合的征兆。可现在轮回剑道一成，他的3条最强剑道便立即开始了融合。这不是巧合，而是轮回剑道本身的特性。轮回就是要将2种极端力量融合，且维持循环平衡的。这原理跟3条最强剑道融合是一致的。3条最强剑道融合成就不朽法身，这不朽法身得有多强？且这小子还是逆修。轩逸，他的手段才是真正的逆天。看上去，他仅仅只是将不灭轮回大阵拉入那山河设计图当中而已，
仅仅只是一个步骤，可实际上他这一步却是一举三得。先是他替清火界破除了不灭轮回大阵的威胁，其次他替剑无双将那山河设计图给修复好了，最后他还给剑无双创造了一场莫大造化，一份千载难逢的机缘。这三者都在他计划当中。若是最终清火界之威因剑无双的突破迎刃而解，那更是一举四得。我当初跟随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也见识过不少大能施展了众多手段，但能够媲美玄一今日这份手段的却少之又少。厉害，剑无双的这位师尊当真了不起。这种感觉，继续啊，不要停啊！到极限了吗？虚空、唐皇、红莲，还有我清火界的诸位，我轮回便先走一步了。临死前的反扑吗？不！杀！杀光这群杂碎！天花！老子跟你们拼了！轮回！秦国！又来！轮回大哥，小弟随你来啦！这是神光？怎么可能？他不是三条最强剑道融合凝聚不朽法身的吗？怎么会有神光？难道他凝聚的不是不朽法身，而是不朽神体？直接一跃成就了界尊，这就是逆修。剑无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强，很强。剑无双，无双公主是无双公主，双儿。剑无双，剑无双，我的好女婿，你终于好了吗？老三，等你好久了。师弟，靠你了。剑无双，无双公主。轮回殿主、虚空殿主、红莲公主，三师兄云帝前辈、霍琼前辈、苏千公主、霸天老祖、元天尊都陨落了。金国剑无双突破了，不过战局已定，他现在才突破，晚了。他准备做什么？金国的人都该死。怎么了？这些金国强者都怎么了？怎么一个个都傻乎乎的站在那儿啊？意识攻击，很强的意识攻击。你们几个死了？死了，他们都死了。不，不可能，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是假的。双儿，剑无双，灵魂碾压，正常情况下可是需要接近星辰一脉创始者洛真王那一层次的大能，才有资格施展的手段。而这小子仅仅只是界尊，却就施展出来了逆修。道尊便点燃灵魂之火，简直不可思议。他现在达到界尊，灵魂之力便依然提升到了这一步，而今后他的灵魂之力还可以继续提升。等将来他若是达到星辰一脉创始者洛真王那一层次，他的灵魂之力又得强到何等地步？可怕，可怕的逆修！金国国主，剑无双，哼！什么？金国国主能够成为一国之主，统领如此多界尊，天尊的你，实力断然不可能只有这等程度吧？把你的全部实力都拿出来吧，不然击败你就一点意思都没有。剑无双，本座之前便看出你的潜力非凡，今后有可能对本尊产生威胁。可是现在看来，本座依旧是小瞧了你。本座现在也非常的后悔。后悔？本座后悔之前在你出面想要破除不灭轮回大阵时，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将你给灭杀掉，竟然2次让你从本座的手中逃了。若是之前本座不惜一切将你给斩杀了，那我金国踏平这清火界不会再受到任何的阻力。可是现在，这一战是我金国败了。废话无需多少，金国国主，你金国与我清火界自500万年前便一直厮杀，持续到现在，早已经不死不休。而今日我2大阵营也是时候做个真正的了结了，你我之间也同样得做个了结。做了结？看你的样子似乎相当自信呢。既然如此，本座便成全你。今日一战便将真正决定这片战场的归属，也将决定我金国和你清火界到底谁生谁灭。来吧！退！我们赶紧退开！不像你一样，金国国主之前根本没有拿出全力。剑无双，你千万要小心了，这金国国主实力非同一般。我之前看到他出手，仅仅只带着一部分神力，我还以为他体内的神力没有完全转化完毕，可现在看来，他体内的神力早已经彻底转化完毕了。他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界神。界神，凌驾于界尊之上的便是界神。对，界尊是让不朽法身进行第2次蜕变，凝聚不朽神体。虽然拥有了不朽神体，但界尊的力量依旧来自于体内的灵力，也就相当于半人半神。天尊突破达到界尊，跨出的也仅仅只是半步，而只有达到界神，才算是将那一步完整的跨出。他体内的灵力也将完全蜕变成神力。那时拥有无尽神力、不朽神体，这才是纵横万古混沌世界真正永恒不朽的神灵。是这样，完整的界神拥有完整的神力，其实力量将会非常强横。强才好。3条最强剑道融合，
长久不朽神体，现在的我到底有多强？就拿这金国国主来试试吧。剑胚，竟然是剑胚！我就在想，以你师尊那样的炼器大能，赠予你的剑，怎么会只是普通的混沌奇宝？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你的师尊赠予你的竟然是一柄剑胚。剑胚，那可是能够通过不断杀戮激战而提升威能的呀。且今后你若是在绝学上获得成就，还可以将自己创出的绝学融入长线之内，令长线威能暴增。像这类剑胚，在万物混沌世界可一直都是有价无市的呀。金国国主，剑无双，天崩，红星，残影。金国国主，你的速度太慢了。风波动。这度，这样的速度，这样的威势，换做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界神，这便是界神层次的力量。他虽然突破了，可也只是界尊啊！一个界尊，竟然能够跟国主大人拼个旗鼓相当。赤影，剑术绝学曙光。所那是神力宝，可在力量威能上，竟然还不如他。不仅仅是力量威能比本座强，他的度也在我之上。至于防御方面，一个界尊在力量、速度、防御上，竟然都比本座强横。力量、速度、防御都不如他，那便只能依靠招式、靠绝学来碾压他。绝学，无灭真神，界神绝学。500万年了，500万年厮杀到今日，我清火界陨落的强者太多了。清火界与金国之间的恩怨，今日也该彻底做个了结了，也必须做个了结。接下来这一剑，他不是为了替我清火界在这500万年死去的众多强者复仇的，也不是为了宣泄我清火界的无尽愤怒的，他是为了我清火界的将来，为了我清火界未来的一代代后辈，他是为了彻底终结这场大战，为了让我清火界浴火重生，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一剑的名字就叫做涅槃新生。去。快躲到战争堡垒当中去！什么？怎么会这样？国主大人竟然败了！无敌的国主大人竟然败给了清火界的一个界尊！怎么可能？啊！杀了！无双公主竟然正面击败了金国国主！杀了他！无双公主，杀了他！杀了他！无双公主，杀了他！他必须得死！我刚刚那一剑已经近乎洞穿他的胸膛了。按道理，他的心脏也已经被粉碎掉，可结果他竟然没死。剑无双，那金国国主乃是界神存在，界神的神力、神体都得到完美蜕变，命核也是如此，且他们已经有能力用一些手段去保护自己的命核了。你刚刚虽然震碎了他的心脏，却并没有将他的命核也一并震碎，他自然死不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金国国主的命核应当是隐藏在头颅之内，你想要杀他，就必须粉碎掉他的头颅。
粉碎头颅便可以杀死他。金国国主，今日你必须死！剑无双，本座承认你的实力的确已经凌驾于本座之上了，但是想要杀我，凭你还不配。火神魁，该死，他竟然有火元镜，能够操控火神魁。火元镜在万古混沌世界的确算是颇为珍奇罕见的境师，但一位界神若是有心的话，倒是可以想办法弄到一些来。而这位金国国主估计是运气好，手上刚好就有一些火元镜。本座手中的火元镜依旧不足令这尊火神魁爆发出全部战力来，但也比你们之前操控火神魁时爆发的威能要强得多，维持的时间也更长。有这尊火神魁在手，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杀谁，杀了他！这速度好快！我能够感受到这尊火神魁的战力非常强横，估计都接近界神巅峰了，比金国国主都要强上很多。剑无双，你要小心了。太强了！王，你刚刚说这火神魁的战力仅仅只是接近界神巅峰，可为何我感觉他的战力已经出了界神的范围了？而那金国国主也是界神，和这火神魁相比，完全就是两种层次。界神之间每一个小层次差距都大得惊人，那些巅峰界神每一个都有着屠戮一大群普通界神的实力，而金国国主在界神当中虽然不是那种最普通的，但也不算太强的，距离界神巅峰也远得很。这尊火神魁的战力已经无比接近界神巅峰了，自然要比他强得多。是这样，剑无双，你的天赋的确古今无双。本座在万古混沌世界纵横那么多年，还从未见过任何一位天赋能够与你相比的。但是很可惜，你杀不了我。今日一战，本座虽然败了，可是你也别得意，别天真的认为你清火界从此就可以安枕无忧的占据这片莫大的战场了。别忘了，本座来自万古混沌世界，而且在那儿也有些背景。用不了多久，本座便会邀请几位好友一同到来，到时候本座便要瞧瞧你清火界还能拿什么来阻挡我们。他必须死。剑无双，你是要动用那一招了吗？动用那一招，我的实力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暴增10倍，应当可以强行突破这火神魁的阻碍，杀死那金国国主也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但那一招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你得抓紧了。我知道，我只有10个呼吸时间。杀！火神魁，拦下他！还剩6个呼吸。不好！逃！赶紧逃！快拦住他！拦住啊！一个呼吸足够了。风波动！本座要死了！国主大人竟然死了！剑无双杀了国主大人，我们
快逃！让那女的给逃了。虽然让金国逃掉了一些人，但凭这些人，已经没法再发生什么大乱了。不管怎么说吧，这一战已经结束了。结束了，这一战总算是结束了。我清火界保住了，金国灭了。轮回殿主、虚空殿主、红莲公主。师尊，你来了。这是从你那儿借的山河设计图，现在还你。这东西也给你。这是？这令符当中蕴含着一道法门，是你修炼过的万道经。不过现在给你的是万道经第2卷的修炼法门。第2卷？万道经的第1卷提升的是意识强度，而第2卷提升的却是灵魂强度。什么？提升灵魂之力的法门？我的天！我这儿还有一门阵法，这阵法是给清火界的。啊？清火界所在的位置非常独特，虽说现在已经解除了金国的威胁，但难保以后不会有类似于金国，甚至比金国更强的外来势力降临。届时，你清火界势必又得经历一番惨战。我现在给你的这门阵法，你拿去交给清火宫那位擅长阵法的云公主，以她对阵法的造诣，只要按照这阵法上所说的，应当可以将这阵法给布置出来。一旦阵法形成，便可以确保清火界自此安枕无忧。我在清火界也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之前从未给清火界做过什么，现在这门阵法便算是为师对清火界的弥补吧。且清火界若是能够彻底安宁下来，对你来说也等于少了后顾之忧，今后可以放心去万古混沌世界中闯荡了。师尊，师尊之强，弟子会永记于心的。起来吧。为师一共收了4个弟子，其中以你的天赋最高，为师也最期待你的成长。到了现在，为师该为你做的都已经做了，接下来到底能够走到哪一步，全靠你自己了。好好努力，或许有一天你我师徒还能有再见之日。剑无双，你也无需太过悲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这位师尊一直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存在着。这种方式并非分身，也并非意识化身，而是一种无比奇特的状态。他一直以这种状态存在着，也必然有着他的目的。虽说现在他消散了，但并未代表他就真的死去了。正如他所说的话，或许有朝一日，你跟他还能有再见之日。我明白，师尊他明明是在炼气、阵法、炼丹等各个领域上都有着不可思议的造诣，这些造诣都远远超出清火界的范畴。可以肯定，师尊他必然是来自清火界之外的，他的来历必然非同凡响。但这些年来，他却一直以一种无比独特的状态存在于清火界内，这也肯定有着他的目的，只是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交出了我与3位师兄，就从来没有开口向我索要过什么，直到现在他消失了，也不曾对我有过任何要求。或许只有等我实力强大起来，达到师尊所期待的一步，我才有能力去知道这些了。实力。云公主，我这里有一门阵法，是我师尊赠予的，你看看能否将其布置出来。我师尊说了，这阵法一旦布置成功，我清火界此后便可以真正的安枕无忧了。唐皇前辈，我清火界与金国的大战已经结束了，那些存活下来的道尊们也都该散去了。此外，这一战我方大量强者陨落，这势必会对清火界的整体格局、势力造成极大的冲突。
特别是轮回神殿、虚空神殿这2大霸主。轮回殿主与虚空殿主对我清火界有莫大功劳，这一战能取胜也离不开他们2位。虽说现在他们2位陨落，但他们麾下的2大神殿却不容有失。还有，陨落在这一战的那些强者们，绝不能够让英雄的血白流。这些都交给你去安置了。交给我吧。此战金国还有一部分强者逃掉了，但他们却没法逃出这片战场，势必只能躲藏在这片战场当中。而且金国根基尽毁，这些人在战场上注定寸步难行。就拜托你与其他几位公主多费心了，将这些残存的强者给找出来，然后都灭杀了。这些人不除，早晚会成为我清火宫的祸害的。可以。无双公主，你给我这门阵法我仔细看过了，虽说复杂繁琐，但只要给我一些时间和充足资源，我有把握把这门阵法给布出来。一旦布成，那就如玄一大师所言，从此我清火界将安枕无忧。别说金国，哪怕比金国强上10倍100倍的势力，也别再想闯入这片战场当中。太好了！云公主，那这阵法便麻烦你了。至于需要的资源，那火点兑换处内，只要是有的尽管拿去用，要是没有的再跟我说。没问题，诸位瞧好就是。这阴风谷颇为奇特，其底部必然蕴含着极寒极阴的宝。可惜我之前实力太弱了，根本没法进入这阴风谷底部探寻。而现在我的实力大涨，不知道能否进入那谷底。果然，凭我现在的神体，加上血煞降甲的防御能力，已经可以正面抵挡这血寒阴风。这都10万里了，却依旧看不到谷底。这阴风谷可真够深的。那是一个金色葫芦，那是，果然是我的碧焰流沙葫芦。碧焰流沙葫芦已经找回来了，至于这阴风谷底，这阴风谷如此深不可测，其内的危机怕是不止血寒阴风一种。而我现在已经3条最强剑道融合成就了界尊了，之前的2大本尊如今已经合为一体了。说实在，陨落在这儿，那可真就死了。罢了。无双公主，那大阵已经布好了。这么快？大阵虽繁琐，可玄一大师在令符当中留下了一步步构建大阵的方法。至于需要的资源，火点兑换处也有，且之前有座大阵的根基存在，布置起来自然不难。有了这阵法，我清火界总算安宁了。无双公主，还有一事，就是那阵法布置出来之后，老夫便感觉到一片虚空当中有人在想方设法打通与外界的通道，且手段非常高明。如果没猜错，这人应该便是施展出不灭轮回大阵那位女子。在金国残存强者那边，也只有她在阵法一道上有如此造诣。那名女子，云公主，你既然能感应到她在打通空间通道，那想来也知道她的具体位置吧？当然，老夫来这儿便是为了将她的所在告诉于你。太好了，把她的位置告诉我。该死的，明明已经快要成功了，可那清火剑竟然重新换了一门阵法，这门阵法明显比之前的要高深无数倍。剑无双，怎么可能？他怎么会找到这里？难道……不，剑无双，你不能杀我！不能杀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吧。我是天圣府的核心弟子，我的师尊是天圣府4位府主之一，我还有一位师兄，他是我天圣府的第一天才青阳界神。此外，我天圣府的核心弟子每一个人都懂得一门秘术，一门类似于诅咒的秘术。你若是杀了我，身上便会携带着我的诅咒，今后
若是我天圣府其他核心弟子以及高层强者们，他们一眼便能够看出你出手杀过天圣府的重要成员，必会竭尽全力的杀死你，替我复仇。哦，万古混沌世界内有这样的秘术？的确有。剑无双，我知道你天赋奇高，潜力非凡，今后肯定是要前去万古混沌世界闯荡的。而你来到的第一片疆域，我天圣府便是其中的霸主之一。你若是杀了我，那万古混沌世界你也别想去了。杀了我，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将会在万古混沌世界将寸步难行。可你若是能够放过我，我可以答应给你引荐，让你能够加入天圣府，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我死了，你也别想好过。这便是他所说的诅咒。古王，这诅咒你能不能把其除掉？不能，这等诅咒类手段，除非是有凌驾于界神之上的强者亲自出手，否则没人能够化解，只能任由其慢慢消散。而以刚刚那女人对你的怨念，你身上的这诅咒，恐怕没有个数十万年，别想化去。数十万年？剑无双，其实你刚刚不应该杀死他的。你不是有血封剑吗？完全可以先镇压他，等以后实力强大了，无需忌惮他背后那天圣府了，再出手杀死他。等到那个时候，他若是不死，旭日剑地的亡灵怎么安息啊？如今师尊那门大阵已经在这片战场附近虚空布下了，这天圣府的女子也被斩杀了。虽说经过还有着一些界尊残存在这片战场上，却已经翻不出什么大浪来了。我清火界已经安枕无忧了，我也是时候出发前往万古混沌世界了。父亲，母亲。双儿，我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便是有你这样一个好儿子。双儿，一路千万小心呀。孩儿知道。唐皇前辈，这令符当中蕴含我的3式剑术，威能都非常了得，是我这段时间花费不小代价炼制出来的。我把它交给你，以备不时之需。剑无双，逆修之路并不好走，你要步步小心，可千万别步入小青的后尘。萧叔，此去万古混沌世界闯荡，我一定会将双儿带回来的，一定。小心点。大师兄，师尊虽然走了，但古门却是付出了师尊不少心血。我离开以后，古门便拜托你了。放心吧，有我在，古门不会出现任何意外。哼，你们3个。老三，好了，又不是生死离别，用不了多久，我便会回来再跟你们喝酒的。一定啊！诸位，告辞了，清火界再见了。这便是将我清火界将那片巨型战场都包裹在内的时空风暴。这时空风暴就相当于是我清火界的保护伞，说来我清火界还真应该感谢有它存在。剑无双，这片时空风暴的位置你好好记住，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便出发吧。好，万古混沌世界，我来了。逆天第4步便如此了得，那逆天第5步又将会是什么呢？逆天第5步竟然是逆修之劫。逆修劫其实不仅仅是逆修，
这天地间的任何修炼者，在界神这一层次都是劫难。我之前跟你说过，成为界尊仅仅只是跨出半步，仅仅只是成就不朽神体，但却没有完全转化神力。而想要真正完全转化成神力，成为界神，那就得度过神劫，得到神劫洗礼。不过神劫不是说想度过就能度过的，在万古混沌世界，神劫一直都是众多修炼者的噩梦。平均100名界尊里面，很难有一位是可以渡劫成功的。可想成为界神，却都得度过这一关，没人能够避免。说白了，这神劫便是一个强者的分水岭，渡过了神劫，便可以成为强者。若是无法度过，或者一直不敢去尝试度过，就只能一辈子当弱者。是这样，就算是普通修炼者，都得渡神劫才可以成为界神，而逆修那可是逆天而行的，在这一关上，自然也远比普通修炼者要凶险得多。我曾经就亲眼看到过一位逆修尝试突破界神时，遭遇逆修劫。那逆修劫的可怕程度，比之前普通修炼者的神劫起码要强出了上100倍。什么？剑无双，这么跟你说吧，逆修者是逆修一生最大的劫难，没有之一。从古至今，万古混沌世界也诞生过不少逆修的，但这些逆修9成9都折损在逆修劫上。像青火界在你之前不也有过一位逆修的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位逆修便是折损在这逆修劫之上的。青帝，逆修的修炼法门本就是唐皇前辈得到的，他传授给了青帝，而青帝陨落之后，却只留下了2颗灰色石珠，并没有留下第3颗。而第3颗灰色石珠明明就在唐皇前辈身上，但他一直也没说过。这次若非是因为我要来万古混沌世界闯荡，他恐怕依旧不愿意将这第3颗灰色石珠交给我。他是担心我会步了青帝的后尘。剑无双，逆修之路不好走，万古混沌世界巨大无垠，无尽岁月下来，也诞生过数不胜数的逆修，而这些逆修当中，能够真正度过这一关的却少得可怜。不过这一关一旦度过，这些逆修几乎都成为了顶级的存在。我希望你也能够成为那样的级别的存在，而不是跟大部分逆修一样死在这逆修劫上。国王，那逆修劫一共几重劫难？界神有1重天到3重天，一共有3大境界，因此正常修炼者会经历3次神劫，而你们逆修应当也是一样，必须经过3重逆修劫，而这3重逆修劫，任何1重没度过，都将形神俱灭。此外，你可不仅仅只是逆修那般简单，你还拥有古神血脉，而且是最高层次的王族血脉。古神一族的族人在这一步同样也是有古神劫的，同样异常凶险。不出意外，你渡劫时很有可能是逆修劫与古神劫一同到来。逆修劫、古神劫，任何一种都很可怕，两者若是结合在一起，必然更加凶险。每一重劫难对我而言，或许都是九死一生。可虽说如此，我总归还是有渡过的希望，却不是必死无疑。若是现在已经被逆修劫、古神劫的可怕给吓住了，这等于是将自己的最后一丝希望给堵住了。这样的蠢事儿，我剑无双可不会去做。国王，那逆修劫
大概什么时候会降临？若是正常修炼者刚达到界尊层次，应当还需要比较漫长的时间，那神劫才会降临。可你是逆修，这逆修劫到底什么时候会降临，我也不清楚。不过逆修劫即将降临之前，你也会有所感应的。你现在一点感应都没有，那就说明逆修劫还有一段时间才会降临。当然，就算如此，你现在也可以为那逆修劫而做准备了。我明白了。修炼者的区好多人呢，而且实力都这么强。剑无双，你要记住，你现在已经离开清火界，来到万古混沌世界了。这里跟清火界不同，在清火界，道尊算是顶尖强者了，可在万古混沌世界里边，道尊是最垫底的，且数量也很少，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达到了天尊层次后，才会选择离开他们的家乡，来万古世界闯荡的。是这样，老老实实排队吧。万古混沌世界可比你所在的清火界更加注重强者。你若是一位实力强大的界神，或许可以不用遵守这座城的规矩，但是你现在仅仅只是一位界尊而已。晋升费用1颗混沌晶。1颗混沌晶，这可真够贵的。这座城进城之人每天起码够上万吧，一个人1颗混沌晶，一天就是上万颗。这座城邑的城主可真够黑的呀。这万古混沌世界里的酒，还比不上我家乡里的。你们酒馆是不是也贩卖情报？当然。不知大人需要什么情报？我就要关于这片界域的，越详细越好。最好这方界域有哪些强大的势力，包括有哪些强者都有的。最详细的情报我们酒馆倒是有，但是价格却要贵一些，需要500颗混沌晶。这是500颗混沌晶，你数数。大人，请稍等。大禹界域隶属于飞雪神国。剑无双，万古混沌世界的浩瀚结构，总的来说可以分为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就是最低端的，便是一个又一个数不尽的万古界。像你所在的清火界，便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一点罢了。第二层次就是界域，界域指的是一片浩瀚疆域，这片疆域存在着大量万古界，又有汇聚各方万古界来人的陆地，且一般情况下，每一个界域都是由一位强者或是一方强大势力所掌控的。而第3层次便是神国，神国由成百上千的界域构成，一个神国已经非常庞大了。而在浩瀚的万古混沌世界里边，神国数量却也有不少的。太大了吧！万古混沌世界这么大，神国只是第3层次，那第4层次呢？第4层次，那是整个万古混沌世界最核心，也是强者最多、最浩瀚的10个修炼圣地。修炼圣地10个？万古混沌世界的确有10大修炼圣地，不过这10大修炼圣地所占的疆域倒并不大，远远比不上一个神国所占据的疆域。然而那10大修炼圣地却是万古混沌世界最核心的地方，在那里修炼事半功倍，因此那里边聚集的强者远比其他地方要多得多。来自众多神国、众多神域，乃至一些万古界走出的顶尖天才，很多都去了那10大修炼圣地。剑无双，
你是星辰一脉的核心弟子，而星辰一脉就在其中一大修炼圣地当中。星辰一脉在其中一修炼圣地之内？不仅如此，星辰一脉在那一修炼圣地当中，还是一方霸主级别的势力，在整个万古混沌世界也是有着赫赫威名。你刚从清火界出来，现在最好的办法便是前往星辰一脉，依靠星辰一脉的大量资源，你可以得到最好的成长。但很可惜，你现在所处的这片界域，距离星辰一脉所在地却太过遥远了一些。有多远啊？不知道。我当初跟随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去过的神国界域也很多，但并未听说过飞雪神国。可以肯定，这飞雪神国并不在10大修炼圣地的周边，很有可能是在万古混沌世界的一些不起眼的角落里。从这样的地方想要前去10大圣地，中间的路途将会异常遥远，花费的时间肯定也会非常漫长。不仅如此，在一些界域之外，神国之外的虚空当中，有着大量凶险之地，甚至还有着无数的盗匪存在。凭你现在的实力，想要去10大圣地根本不大现实。所以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在这大禹界域扎稳脚跟，等实力取得巨大突破了，起码也得度过第1重逆修劫，真正成为1重天界神后，你再动身。我明白了，这天圣府实力不弱呀。之前那个女人死前说过，她的师尊是天圣府的一位府主，她的师兄是天圣府第1天才青阳界神。我当时还没怎么在意，可是现在看来，我这麻烦不是一般的大呀。看来我现在行事得异常小心，若是被天圣府盯上，那就完了呀。这金阳宗论实力竟然比天圣府还要略强1筹。金国国主金峰，好家伙，原来我招惹的不仅仅是一个天圣府，就连那金阳宗我也招惹到了。传言金国国主是那位金阳宗宗主的亲弟弟，就算这传闻是假的，起码也可以说他们2个关系不浅。若是让金阳宗主知道我杀了他金国国主，肯定会疯狂追杀我的吧。虽说几率很小，但对着金阳宗我还是得防着点。我想在这大禹界域内站稳脚跟，最好的办法便是加入其中一方大势力。那大禹宫高高在上，就算加入其中，也会过得无比安逸的，这不是我想要的。而这3大霸主倒是经常争斗，甚至偶尔会爆发大战，倒是值得加入。而这3大霸主里面，天圣府跟金阳宗跟我都有仇。既然这样，那就只剩下最后一大霸主血岩岛了。哎，你过来。大人，不知有何吩咐？我问你，要是我想加入血岩岛，有什么办法呀？加入血岩岛？大人，大禹界域的3大霸主常年征战，陨落的强者众多，自然也需要大量的强者补充才行。所以加入这3大霸主的门槛并不高，只要实力稍微不错的天尊都可以很轻易的加入。至于界尊，那就更容易了。不过若是想要在这3大霸主里面掌握一定的权势，那门槛就比较高了。以大人您的实力，想要加入血岩岛，那自然是轻而易举。是这样啊。至于大人您要加入血岩岛，那就更容易，因为您现在所在的这座城邑就在血岩岛的掌控范围内，在这座城邑当中就有血岩岛的招募处。哦，带我去那招募处一趟，这枚乾坤界里的混沌经便是你的了。啊，大人，请跟我来。大人，那招募处是分别针对天尊和界尊的。您看这里排的人多的是招募天尊的，而另外一处则是招募界尊的。大人您可以去人少的那里排队。
有劳你了，去吧。那在这告辞了。你的名字还有实力？剑无双。至于实力嘛，敢问实力的强弱跟加入血岩岛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血岩岛一直讲究实力为尊，你的实力越强，被安排的职务也就越高，在我血岩岛内的地位自然也就更高。是这样，我的实力算是无敌界尊吧。无敌界？你刚才说什么？你是无敌界尊？你确定？我说我是无敌界尊，有问题吗？没问题。阁下，我血岩岛的规矩，但凡是无敌界尊以上的强者，都需要由我血岩岛的界神亲自出面验证，然后再由他们分配职务，所以得请阁下在这里稍等片刻。还得由界神亲自出面验证，那要等多久啊？我血岩岛的飞羽界神刚好就在咱们这座城邑之内，我已经传讯给他了，用不了多久他便会赶到。不过我得提醒阁下，界神强者的脾气都很古怪，待会儿飞羽界神到来，若是阁下展露出来的战力并不足以达到无敌界尊层次，那可是会惹恼飞雪界神的。这个我明白。既然这样，那我便在这儿等一会儿吧。飞羽兄，这次之事就拜托你了。陈兄客气，不过是举手之劳，陈兄莫要放在心上。飞羽兄，怎么了？是招募处传讯过来，说那里来了一人，自称是无敌界尊，需要我出面去验证。无敌界尊？无敌界尊可比界神都要罕见一些，且作用也不俗。很快我们这些界神无法出面做的事情，都是由这些无敌界尊去做的。而咱们血岩岛内的无敌界尊数量可不多呀，每多出一位来，对我血岩岛都是好事。的确。陈兄，你若是没什么事情的话，不如便与我一同去那儿看看。好。是飞雪界神，另一个看样子似乎是界尘神。两大界神亲自到来了，他们应当是冲着那剑无双来的。陈界神，要本座亲自验证的那位无敌界尊在哪儿？剑无双见过两位界神。剑无双，剑道无双，这名字倒是不错，但不知道剑道修为如何。好了，咱们废话也不用多说，直接将你的实力展露出来吧。在这里，这要如何施展？剑无双，你擅长剑道，刚好我也擅长，如此便由我来当你的对手，你将你的实力全部挥出来便行了。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刻意控制自己的力量，保持在普通界尊层次，且我出手也会有分寸，不会伤到你的。跟陈界神你交手？既然如此，那便请陈界神你指点了。放马过来便是。他既然刻意控制力量，只保持普通界尊层次，那我便也只用普通界尊层次的力量，就依靠剑术跟他激战。开始了。这剑术有点意思。不，什么？三重浪？就这点实力，连让我出剑的资格都没有。把你的全部实力拿出来。曙光，这才像话。
好强啊！我的曙光一式好歹也是绝学，但在他手中竟是不堪一击。他只是随手一剑，便将我的一剑给击溃了。他对剑术的理解，显然远比我要强得多啊！剑无双，还有别的手段吗？就你刚刚那一剑，仅仅只能勉强让我拔剑而已，但却没法让我施展剑术。再来！这一剑还不错，倒是有资格让我施展剑术了。剑无双，到此为止吧。陈兄，如何？很不错，虽然力量威能上并不出众，也就寻常界尊层次，但他剑术却不错，光是绝学便创出了2种，而且最后施展的那一绝学，更是已经达到了1阶高等层次。论战力，绝对算得上是无敌界尊。若是力量威能上能够再强一些，那在无敌界尊当中，还能算是极其可怕的了。既然连陈界神都认为你具备无敌界尊的战力，那这验证自然是通过了。剑无双，从今天开始，你便是血岩岛的一员了。多谢陈界神指点，也多谢飞羽界神了。我血岩岛虽然是大禹界域的3大霸主之一，但拥有的无敌界尊却并不多，而且每一个都身居要职。剑无双，你既然是以无敌界尊的身份加入我血岩岛，那我血岩岛自然也得给你安排合适你身份的职务才行。你跟本座来吧。刚刚出手的那位界神，便是血岩岛鼎鼎大名的陈界神吗？好厉害啊！听闻陈界神可是具备了1重天巅峰实力的，是我血岩岛排在前5的顶尖强者，一身剑术更是极其了得，当然厉害了。陈界神很厉害，而那剑无双能够逼得陈界神拿出剑来，甚至还施展剑术，也很了得。那剑无双以无敌界尊的身份加入血岩岛，不知道能够得到个什么职位。血岩岛的无敌界尊一般都是监察使或者神将，这剑无双应当会成为监察使吧？剑无双，我血岩岛的无敌界尊一般只有2个职位可以让你选择，第一个是监察使，第二个则是神将。监察使是对我血岩岛掌控的疆域以及一些特殊之地行监察职权，这一职务很多人都梦寐以求，毕竟是我们自己掌控的疆域，我血岩岛说了算，自然没人敢得罪监察使，所以成为监察使会比较安逸，且油水也不少。而神将则是要去九星海，那里是我血岩岛掌控疆域的边缘，有大量的强者在那儿，同时与周边的金阳宗、天圣府以及不少势力都有接触，自然也免不了会有冲突激战。神将则是替我血岩岛去征战的，相对起监察使来说，自然要凶险得多，但得到机缘的可能性也更大。这2者之间的利弊，你自己去权衡。我给你3天时间，让你做出选择。不用3天了，我现在便做出抉择，成为神将。哦，这是你的身份令符，你拿着它，去九星海直接找蛮夷大统领，你听他安排就是了。剑无双见过统领大人。你便是剑无双？不久前飞羽传讯给我时说到了你，听说你剑术不错，连1阶高等绝学都闯出来了，在只用界尊力量下，连陈界神都必须拿出兵器施展剑术才能够将你击败。那是陈界神手下留情了。你知道就好，无敌界尊能够在界尊层次创出绝学来，的确是天才，这不假。但这些天才当中，最后能够成为界神的却少之又少。若是轻狂焦躁，将来必然会陨落在那神劫之下。属下明白。剑无双，你修炼有多久了？修炼有多久了？
快1万年了吧？快1万年，那也就是不足1万年了。你出生在大禹界域，还是在万古界内？啊，万古界，不久前刚从自己的家乡离开。不久前才离开，也就是说之前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的家乡当中度过的。在一方普通的万古界内，依靠自己的能力，不用1万年便达到了无敌界尊层次，倒的确了得呀。这9星海内，本统领麾下的神将有6位，而从今开始，你便是本统领麾下的第7神将了。